龙族这一块肥肉，西方教必不肯放。龙族战力若是能够再强一些，也能在后续多折腾西方教，耗费西方教更多的实力，对道门天庭有利，也对李长寿自己有利。顺便，龙族能够坚持得更长一些。李长寿也有更多的时间去谋划龙族入天之事。此事他更左右逢源，既完成圣人老爷给的任务，也在玉帝那边刷一笔功勋，为自己今后的指道人上天先积累一点资本。之前在地下密室的1年时间，李长寿都是在算计这些。敖乙道：那长寿兄，我就将这兵书献给我父王了。李长寿轻轻颔首，笑道：稍后我将一封贺信放在老位置，以海神之名义为龙族贺礼，你记得派人取走。敖乙闻言顿时眉开眼笑，只顾得一阵点头。李长寿又叮嘱敖乙几句，万万不可暴露海神的身份。这事儿啊，上面那位大佬很介意，毕竟人教清净无为，筹谋这点功德让人笑话，圣人面皮非是小事。敖乙连连称是，又将当年的誓言再发了一遍。而敖乙临走之前，李长寿又是沉吟几声，将一件事交给了敖乙亲自去办。敖乙毫不犹豫就点点头答应了下来。离开梦境，敖乙坐在书案后发了一会儿愣，随后便是一阵轻笑。长寿兄当真对龙族太过关照了，龙生得如此一知己，心满足矣。敖乙心底暗道：今后我敖乙之宝物便是长寿兄之宝物，我敖乙之功德便是长寿兄之功德，我敖乙之道侣便是长寿兄之弟妹。再提笔，敖乙将自己所写兵法摊开，将李长寿指点的那几处标记出来，明日再重新整理一遍，就可以真正的大功告成了。其实最让敖乙欣喜的是，因海神教之影响，龙族的风气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虽然此时的变化还不算太明显，但真的已经在发生改变了。与此同时，小琼峰上，李长寿睁开双眼，继续坐在竹排上钓鱼。想到龙族后续之境，以及那西方教接下来出手方向的几个可能，心底暗道一句：唉，可惜啊。半月之期匆匆而过，江灵儿目中带着几分不舍，但还是按照他此前所想的那般，对齐元说了自己要继续离开之事。说完之后，江灵儿就去了百凡殿中，禀告门内他明日就要离开了。像他这般已经修成天仙之人，想要外出闯荡，门内并不会阻拦。与上次离山不同的是，如今江灵儿的战力被斗仙门高层颇为看重，给了他3枚传信玉符，若门内有要紧之事，也会将他召回。江灵儿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还说若是遇到了强敌，可以带一些道友回山助阵，俨然一副山寨王的做派。江灵儿临行前夜，酒屋与酒酒前来送行，又是一场欢宴闹腾。但等酒酒落荒而逃，酒屋告辞而去时，又来了一位让李长寿都没有想过的贵客。门内天仙巅峰境高手忘情上人。湖边树下，李长寿看着草屋中的这一幕，也略微有些感慨。草屋中2个人面对面而坐，一人身穿风霜打磨过的甲胄，一人身穿流转着少许流光的仙宝长袍。烛火映面，面若桃花，愁思不见，鬓前白发。一缕3弦之声在旁奏出哀怨凄婉之曲调，再有那2句话。江灵儿道：你不该来的。忘情上人道：
我还是来了。顿时让李长寿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在上辈子。李长寿看了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在身旁开始弹三弦的灵娥，嘴角抽搐了一下。你乱弹什么？送茶去。灵娥做了一个鬼脸，把三弦收了起来，低头快步去灶台摆弄茶具。此时忘情上人与江灵儿正在屋内保持着沉默。这还是李长寿半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位失足奶奶会规规矩矩的跪坐。平常她都是仗着战裙下摆宽且长，四开八叉的一坐就开始抖腿。听忘情上人又道了一句：既已突破，为何还要离开呢？洪荒凶险，机缘难求，不如在山中安稳修行。我还有一些交命的道友，不想离开他们。江灵儿淡然道：我这条命与这次突破本就是捡来的，也不想继续在山中度过漫漫余生。忘情上人似乎有话到了嘴边，却只是缓缓吐了一口气。两个人又沉默了一阵，烛火灵灯的灯芯轻轻跳动着。你还在介意当年之事啊？并未，现在只是觉得我徒儿受了委屈，你竟不闻不问，也有些心凉。其实我在闭死关寻求道之圆满，出关时已是在600余年前。湖边柳树下，李长寿对自己师父传声问了一句：师父，这位忘情上人跟师祖他们……我也不知。齐元老道摇摇头，传声回了一句：为师入门之后倒是见过这位上人来咱们小琼峰，每次过来都带着那时也刚入门的99师妹，却是当真不知师父与忘情上人还有这种不为人知。怪不得为师一直未能渡劫成仙，咱们小琼峰1000年来该有的各方配额都不曾落下，原来还有这层关系在。也不知道是该说师父心大，还是该说他们的门风太复杂。这也让李长寿明白为何99师叔会跟师父相识。李长寿入门之后，99师叔也会来小琼峰探望，且在自己第一次出门去北距泸州历练的那次，99师叔会对自己格外的关照。原来这原因在这儿啊。得知并非是因为自己的气质与外貌最初引来了小师叔的关注，李长寿的心底顿时就安稳了不少。灵娥端着茶水去了屋内，奉茶之后又乖巧地退了回来，就听江灵儿道：今后我不在山中，你若还念着当年之情，就帮我照看一下我小琼一脉，莫要再让那仙灵峰欺负了。我应了此事，此物你用作防身吧。忘情上人点头答应了一声，在袖中取出了一只李长寿似曾相识的宝囊。这不是前次我要与敖乙在百凡殿切磋时九无师伯借给我的灵宝吗？这般灵宝都直接拿来送人，这两个人交情必然是匪浅。给完灵宝，忘情上人便站起身来，对江灵儿做了一个道揖。江灵儿也对忘情上人做了一个道揖，两人相看，却并无多言。忘情上人转身出了门庭，向前缓缓走了几步，他并未等来身后的呼喊，于是驾云而起，负手飞往了破天峰。江灵儿此时方才追出草屋，注视着那远去的背影，站在夜风中许久不言。于是一缕箫声呜咽，如泣如
李长寿瞪了眼身旁又开始起背景音乐的灵娥，后者顿时停下抚箫，有些心虚的道了一句：有感而发，有感而发。稍微欢快一些。灵娥想了想，在袖中掏出了2只花鼓，对着师兄眨眨眼征求意见。李长寿顿时一手扶额，道了句还是算了吧。草屋门前，江灵儿一扫衣袖，对着已经不见踪影的忘情上人低骂了一句：闷葫芦。随后他便转身回了草屋中，继续收拾明早要装点的行囊。江灵儿临走，怕齐元哭哭啼啼，直接用定身术将齐元老道定在了草屋中，却让李长寿和灵娥相送。他接下来要先回3000世界中自己的落脚之地，与几位去过地府的熟人商量，再去找寻大徒弟晚江宇的魂魄落处。江灵儿道：你们师父就多劳你们2个费心了。行了，回去吧，莫做伤感之态。本师祖这次也得了你们2个不少关照，本就很不好意思了。李长寿与灵娥相视而笑，齐齐做道揖。灵娥道：师祖路上保重。李长寿道：师祖有事无事，就让人捎一封书信回来吧。行，你们回。且慢！忽听得山门内传出了一声呼喊，守山的2位老大爷顿时打起精神，远处飞来的那道身影还未临近，就已经拉开了护山大阵。来的正是丹顶峰长老万凌云。李长寿自然不觉惊讶，此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位老爷子的动向。灵娥靠在自己师兄身侧，也不缺安全感，但是江灵儿此刻额头都凝出冷汗了。他凝视着远处飞来的这道身影，不自觉便紧张了起来，浑身气机内敛，元神就如同一根绷紧的弓弦，不自觉的还咽了一口口水。万长老飞到近前，对着江灵儿露出少许冷笑。江灵儿如坠寒窟，禁不住哆嗦了一下，差点就直接跑了。还好李长寿及时在旁边做了一个道揖：拜见长老。万凌云皱了皱眉头，并未向前。李长寿对江灵儿传声道：我去给您再求一些丹药，您就在此地不要走动。不用李长寿开口，万凌云直接拿出2只宝囊递给李长寿：给你师祖防身。多谢长老关怀。万凌云长老又道：明日再开炉炼制，那般丹药，你3个月后来我这儿一趟。是，弟子3个月后便去拜见。万凌云长老对着李长寿扯了一个笑容，转身便回了山门。这位老爷子刚走，江灵儿呼了一口气，不自觉已经是浑身冷汗。这位万长老当真厉害啊！师祖，李长寿将那2只宝囊捧了过来，善用这些丹药，还请不要给万长老平增因果。这是……江灵儿眨眨眼，将宝囊接过查看一番，如获至宝。万长老炼制的毒丹。当下江灵儿也不敢再多耽搁，临走前注视了李长寿一阵，摇摇头又点点头，一副高深莫测。取道东海，赶往东海之东，寻天涯海角。洪荒天地在远古时本是无边无际，后龙凤麒麟3族大战，天地崩碎，洪荒天地止于5大部洲，而被打碎的碎片就散布在洪荒天地周遭，演变为3000世界。3为虚指，3000为无尽之意。上古巫妖大战打到了中后期，一锅装不下的妖师鲲鹏暗中挑拨2位祖巫，暴脾气水之祖巫共工与暴脾气火之祖巫祝融，暴暴相遇，撞倒不周山，天柱倾塌，导致天河之水灌入人间，天地欲要再次重归混沌，这就有了女娲补天。北距泸州玄龟遭灾，圣人砍玄龟4只大角，撑起了如今天地。紧跟着道祖与6位圣人出手，将洪荒天地以无上神通包裹，
也将4只天柱保护了起来。为了不绝五部洲与3000世界的联系，道祖在4只天柱附近留下了进出五部洲之地的门户，这就是4处天涯海角的来由。渐渐的，这4处天涯海角因炼气士来来往往，奇景美景多不可数，也就各自成了修仙散修之圣地。江灵儿自渡仙门而来，前行逆迹，行了1个日夜，抵达了东海之东的天涯海角。眺望远处，一座连绵的大城，几处漂浮在空中的仙岛。江灵儿抵达此地时，方好是金乌西沉，海面之上金光闪烁，西面天垂火烧连云，东面已经是遍布星辰。一根巨大无比的云柱耸立在天地之间，上不知其多高，入目不知其多宽。这一路，江灵儿都在回味这一次回山之旅。2个徒儿遭了灾祸，但幸在老大魂魄投胎去了，自己接下来还有希望寻到他的踪迹。而老二虽然化作了谪仙，寿元却也是有的。最让江灵儿捉摸不透的就是归道境的徒孙李长寿。明明他能够看透这个弟子的修为，也能接受这个弟子在丹道和阵法之上有过人的天赋，但是凭借江灵儿这么多年在外面摸爬滚打练就的识人本领，江灵儿总觉得自己这个一眼就能看透的弟子反而如同深渊一般深不见底。自己在山中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此人的监察之下，其实不经意间自己想做要做之事都已经被此人给安排好了。更有江灵儿先时扫了眼自己这一次的收获，忘情那个闷骚萝卜给的灵宝拿着能够提升不少战力，门内给的一些嘉奖可以忽略不计，李长寿给的仙丹价值斐然，而万灵云长老因李长寿的关系赐下的毒丹比那件灵宝还要珍贵。